王一博生日打造出一场破圈，一人双向奔赴，百鸟朝凤式的顶端盛典。没想到王一博顶流7个年头还能报上家报，一场生日笑纳顶级宠爱，得到这么多人的托举。他的人生岂止是旷野，真是写不出的博野。一场生日连续4天指数破亿，无需强控场，没有资本操盘，摩托姐姐以纯粹的热爱与真实的行动集结成强大力量，破圈的绿海飞天应援堪称豪出天际。都说正向热搜上榜难，他们就用真情实感的评论霸屏前排，用活人社区的强大行动力改写数据规则，千万点赞席卷而来，让整个内娱见证粉团力量。热搜高达20多个，王一博热度站岗1整天，阅览量破10几个亿。无名影院重映专场纪录片，限时加更。城市核心商圈裸眼3D震撼无人机表演，摩天轮灯光秀地广建筑投影，洛阳应天门灯光塔创意痛楼，覆盖线上线下的海陆空全资源联动，将8月5日打造成独有的内娱顶级排面日。摩托姐姐们宣言掷地有声，我们不控评，我们控的是爱。这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有创意献创意的全民自发的盛典，堪称真实感强大的圈层活动范本。这就是破圈的排面应援王一博，值得笑纳。顶级宠爱顶奢送来大礼，香奈儿连夜下凡，铺设全球首支专属的网格天。摩托姐姐们纷纷奔赴沙城打卡区，水灵灵的王一博，久违的佩戴耳钉跟耳环就这么轻轻松松。Coco Crush 系列带上瞬间卖爆，香奶奶赢麻了这么多年的专宠，撬动了整个亚洲市场独占鳌头的滋味。最多笑微了，5大女刊封面满贯，2年8场全球大秀深入参与，生日更迎重磅全球地广发布，从封面宠儿到定制地广主角，再成衣珠宝腕表，多线齐发的稳定高质宣传中，王一博稳坐品牌大使宣传头把交椅，小金钟名不虚传，影射都要甘拜下风。锅底的摩托大军们真是王一博上身寸草不留，再加上是那样孤注一掷压在一个人身上，确实是有眼界60余份商务祝福，堪称百鸟朝凤式盛典。金主爸爸们不仅卡点庆贺，文案更堪称表白小作文，核心要义高度统一，并非王一博需要代言，而是品牌需要王一博奇袭。业年线已成为衡量品牌实力的重要 KPI， 评论区成为摩托姐姐的欢乐团，见现场共赴这场商业价值与大众热爱的双重盛宴。28岁的黄金年纪，王一博的旷野是多领域的全能发展，涉猎多个圈层，坐拥庞大流量，得益于他的强大内核、方向眼界和格局的选择真的很重要。85号是由无数颗自发汇聚的真心共同托举，这场盛典不仅庆祝一个人的生日，更是一场改写内娱对粉团力量的认知，不是单向的追逐，而是双向的奔赴。王一博与摩托姐姐们绿海应援，很美夸不完，根本夸不完。我当时就是挺害怕的，这好恐怖啊，有点不舒服啊。其实包括现在也有的时候会很怕黑，那种黑是未知的、恐惧的。现在是有一种压抑的感觉，真的很想赶紧出去。怕黑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没有安全感，这有点扛不住了，失去了一些信心。但是人总是要面对黑暗的，更多的是来自于未知，没有安全感。小的时候特别怕一个人待着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从小跟父母待得少的原因，我很害怕自己一个人在黑暗的房间里，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闭上眼睛的黑暗，我就非常的恐惧。环境很美，所以对于那个环境的黑暗没有害怕。对于黑暗来说，你除了恐惧之外，还会有其他的感受吗？偶尔的时候是会给我一种很美好的感觉，很美。那里的环境就像是另一个世界，梦幻的感觉。搞得突然间好紧张，突然就吓了一跳。我说：“我明明检查了很多次，因为当时对这些装备不是很了解。从那之后，就更加的紧张了。啊，太累了！啊，我的妈呀，哇，好累啊！然后喜欢了之后，所有条件也都不会是困难。然后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就很安全了。慢慢就是你了解了那个环境，对于那个环境的黑暗就不会有害怕了。我好像所有的事情都会很顺畅的去完成，就好像我内心也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、完成不了的。你在那个高度下，你在做这种事情，你就会非常的专注和紧张。就2根钉子，一个绳子挂在70米多高的地方，
你不知道它会不会突然一下就掉下去，还是会有不相信自己的成分在里面，所以会有心理上的负担。这一次真的是挑战了一个有难度的事情吧，很刺激，尤其是挂在岩壁上的时候，这种感觉很刺激，是我目前我认为人生中离危险、离死亡最近的一次。我觉得喜欢玩极限运动的可能就是这种心理，就是不断的挑战自己，然后不断的有那种成就感吧。对，这一刻我也会有成就感，很大的成就感，收到生命的感觉，很美好的回忆。我认为啊，大部分人小时候都会有对黑暗的恐惧，它其实还是一个未知。我觉得恐惧就是来自于未知，你只有经历过、了解它了，你才不会对它产生恐惧。扩开自己的眼界嘛，了解更多，探索未知，了解的越多，恐惧也就越少。是神秘的、未知的，是一望无际的、孤独的，也有恐惧的。在海面上确实一望无际，也有一种孤独感吧。前2年在剧组忙碌了一天之后，回到房间里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的孤独感，反而第一次离开家到北京的时候没有感受到孤独，是挺开心的。其实现在目前也没有完全感受到绝对的孤独，所以相对的孤独有的时候是可以享受的。晚上听着海浪，然后再生一个火，很安静，看着火发呆。其实发呆的时候可以想到很多平时不会想到的事情，可能相比以前的话没有那么多焦虑了。我觉得可能选择来到北京去做艺人的这个部分，包括签约，可能是第一个关键的节点吧。或者小时候我选择了去学街舞，3岁那一刻的选择，实际上你走进了一扇窄门。所以当时我想去学的时候，我父母也是拒绝的，确实是走入了一个很窄的门，放弃所有人的道路，不可以想象那种孤独感。只不过要看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、什么样的事情下发生的孤独。泡泡老师跟我说，自由潜水的话，需要去想象。我觉得本身我就是一个这种感官上比较敏感的人，在自然里面那种感觉会更强，能够帮助我更多的去做这些准备。就像海底总动员那种感觉，看到一些珊瑚啊，很享受你在水下的每一刻看到的所有的风景，会有那种天地之间只有我自己的感觉，完全不会关注身边任何人那种感觉，真的是很自由、很自我的一段时间。所有的时间都是你自己的时间，让我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灵魂是活着的人。对，我也是发现我近2年关于独处的这个事情变化很大。像以前的话，觉得我有时候也会享受在剧组的独处，但是回到家里，回到北京，我又会害怕独处。那可能也是因为年龄和经历的不一样。那现在会觉得自己在家里独处是在补充能量，有的时候孤独是难过的，有的时候孤独是享受的。我觉得孤独可能永远都会伴随一生吧。